无畏前行，这4个字足以让你迈向中产生活。经济低迷常被描述的复杂深奥，实则根源在于贫富差距的拉大。一边是高度发达的生产能力，另一边却是多数人购买力的不足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。最终，过剩的产品堆积，工厂停摆，工人失去饭碗，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，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沼。在通货紧缩的年代，无论是创业还是打拼，都难以轻松获利。各行各业竞争白热化，越是折腾，债务越是堆积如山，摊子铺得越大，撑下去的难度越高。即便是尝试开网约车、送外卖，甚至捡废品，市场早已人满为患。无论学历高低，似乎都找不到出路。富人稳守财富，不轻易冒险，往往安然无恙。底层选择低调生活，也能勉强度日。然而，背负债务的中产阶层最为艰难。不去赚钱，破产近在咫尺；去赚钱，付出的成本却总是高过回报，只能不断借债填补缺口，拆东补西，成了一场耐力与能力的较量。网络的机遇早在10多年前便已显现，但多数创业者未能抓住，核心原因在于他们没能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。以下是做任何项目100%成功的逻辑，助你在复杂环境中找到方向。1. 深入市场调研，依靠数据指引方向。市场调研是通往成功的低成本路径，也是最直接的时间长。投入时间与精力分析市场，不仅能减少试错成本，还能快速明确方向。切勿让忙碌的表面掩盖深层思考的缺失。规划未来3到5年的发展，紧跟行业趋势与政策导向，从细微处着手，逐步掌握全局，方能胸有成竹。以拼多多为例，它在电商竞争已近饱和时脱颖而出，依靠的是精准捕捉下沉市场的需求。创始人通过社交平台的传播机制，实现了用户群的爆发式增长，短短几年便跻身行业前列。类似的，山姆超市的成功并非依赖低价策略，而是通过独特的商业设计挖掘出新的盈利空间。持续的市场调研能让你练就敏锐的洞察力，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。调研不仅攸关数据，更攸关对趋势的理解。比如，政策风向如何变化，哪些领域正在崛起，哪些需求尚未被满足。带着这些问题去研究，你会发现许多隐藏的可能。调研做得越深，决策就越稳，成功的几率也越高。此外，调研需要系统性，零散的资讯难以形成合力，建议建立自己的数据框架，定期更新行业动态。比如，关注新兴技术的应用场景，分析消费者行为的变化，甚至是竞争对手的最新动作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自己对市场的理解远超从前。2. 洞察客户需求，精准满足期待。做生意，核心在于理解并满足消费者的真实需求。今天的消费者有着怎样的心理偏好？他们看重哪些价值？追求怎样的审美与体验？品牌如何定位？消费渠道如何选择？产品细节如何打磨？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。以消费习惯为例，过去人们热衷于浏览电商平台，如今却更倾向于在直播间下单。这种转变背后，是消费者对互动性与及时性的新需求。观察这些变化，才能找到切入点。比如，针对女性消费者，需关注她们的独特标签、个性、文化、自信、社群归属感以及对自我提升的追求。了解这些特质后，产品设计与行销策略才能更贴合他们的期待。数据是洞察客户的关键，分析购买记录、浏览习惯、社交媒体互动，能帮助你勾勒出目标群体的画像。比如，年轻消费者可能更注重产品的社交价值，而中年群体可能更看重实用性与品质。针对不同群体，调整你的沟通方式与产品呈现，效果会事半功倍。更进一步，
研究客户不仅是了解他们的现在，还要预判他们的未来。消费趋势总在变化，今天的热门可能明天就过时。保持敏锐，尝试从小处入手，比如关注新兴社交平台的用户回馈，或是线下场景中的消费行为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市场中始终领先一步。3. 向同行学习，借鉴成功经验。俗话说，优秀的同行是指引方向的明灯，他们的成功路径往往是你可以参考的蓝图。无论是销售产品还是提供服务，找到行业内的佼佼者，分析他们的盈利模式，是快速进步的捷径。具体而言，研究同行需要细致拆解，看看他们如何吸引客户，如何最佳化流程，如何提升用户体验，他们的广告文案如何撰写，定价策略有何特点，供应链如何管理，这些细节都值得深挖。找到他们的优势，尝试融入自己的体系，同时弥补自身的不足。以网络为例，成功的案例往往集中在产品销售或知识付费领域。找到与你业务相近的同行，观察他们的运营方式，比如他们如何通过短片吸引流量，如何设计会员体系留住用户。不断测试，最佳化这些方法，逐步形成自己的系统化流程。学习的重点在于行动，而非单纯模仿。直接复制可能适得其反，因为每个人的资源与环境不同。更好的方式是将同行的优点与自身特点结合，创造出独特的模式。比如，某同行擅长内容行销，你可以借鉴其创意，但用自己的语言与风格重新包装，贴合你的用户群体。此外，学习同行也要有选择性，并非所有成功经验都适合你，优先关注那些与你目标一致、资源相近的案例。缺什么就补什么，循序渐进，你的竞争力会逐步增强。4. 持续自我提升，打造核心优势。真正的底气来自扎实的知识积累、稳定的经济基础、平和的心态以及不断精进的自我。找到自己的兴趣与长处，持之以恒的深耕，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。具体来说，每天投入时间提升自己，比如阅读行业书籍、练习写作、坚持运动或学习一项新技能。这些习惯看似简单，长期坚持却能带来巨大改变。你的思维会更清晰，身体更健康，应对挑战的能力也会更强。切勿将自己的弱点与别人的强项对比。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光芒，找到属于你的领域，专注打磨。少抱怨环境，多行动起来。负能量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，还会让你错失与优秀者合作的机会。把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，比如开拓视野、结识新朋友、尝试新事物，你会逐渐成为自己欣赏的人。古人说，站在水边羡慕鱼群，不如回家织一张网。与其纠结别人的成就，不如静心雕琢自己。允许他人走他们的路，也允许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。缺点可以通过合作弥补，而优势则是你立足的根本。许多成功的企业家正是因为抓住了自己的强项，才在市场中脱颖而出。自我提升不仅是技能的积累，更是心态的修炼。面对挫折，保持韧性；面对诱惑，学会取舍。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时间会为你累积出惊人的成果。5. 放眼长远，拥抱更大可能。成功的视野永远超越眼前的得失。短期的困难往往让人焦虑，但拉长时间看，今日的挑战不过是成长的垫脚石。学会从全局出发，敢于舍弃小利，才能收获更大的回报。具体而言，整合资源是关键，利用网络的杠杆效应，连接更多可能性。比如，通过社交媒体扩大影响力，或借助平台经济降低运营成本。持续学习新知识，打破思维局限，提升认知层次，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。以创业为例，短期盈利固然重要，
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长期的竞争壁垒，比如打造品牌忠诚度、最佳化用户体验，或是开发独家技术。这些投入可能短期内看不到回报，但长期来看会为你赢得市场。心态的开放也很重要，希望他人好，自己也会因此受益。分享资源，建立合作，不仅能拓展你的网路，还能让你在行业中赢得尊重。真正的成功不是独占资源，而是与他人共创价值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